也非常喜欢看航天员在这个吃播的画面，对不对？没错。不知道站长有没有关注过他们？有，而且我有看到航天员他们吃饺子啊，还有一些过节的时候吃一些跟节日相关的食物的一些吃播等等等等。其实每个节日呢都会跟我们一起度过。是的，那站长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太空站来出差的话，但是只能带3样你爱吃的美食，你会选什么？这个很残忍啊！我想想，如果可以实现的话，那就是火锅。火锅一定要。烧烤啊，最重要的是豆浆。听起来，我觉得站站的愿望其实已经实现一部分了，因为我们现在航天员已经可以在太空中喝到九阳的热豆浆了，而且不止热豆浆，九阳还取得了很多太空厨房的科技成果，并且将这些太空科技应用到了民用小家电当中，让每一个家庭都可以享受到航天品质的生活。那今天我们邀请站站一起来感受一下九阳产品当中的太空科技，好不好？没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深入的考察一下我们代言人站站对于九阳太空厨房的了解程度。没问题。九阳太空厨房呢，其实我一直都有关注，是的，难不倒我的。非常有自信。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听题。第一题是一个判断题。题目是九阳历经29年打造了3大厨房，它们分别是太空厨房、工艺厨房和家庭厨房，对吗？对，不加思索。当然，正确答案就是3个厨房都是对的，因为九阳从初创以来呢，一直在打造3个厨房，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家庭厨房，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拥有健康的美食；那公益厨房呢，可以让孩子实现这个营养的就餐；然后太空厨房可以让航天员吃好喝好。所以第一题恭喜开门红。那看一下我们第2题的题目：2021年航天员用上了九阳研制的太空厨房，这个是正确的吗？当然是正确的。那我再深入的让你考验一下站站，你说得出年份，那具体的日期能说得出来才算你厉害。哇，这很难啊。2021年哪天？4月份29号。掌声鼓励。哇，这个真的要记到这个具体的日期非常的难，没有错，就是2021年的4月29日，九阳太空厨房随着这个天河核心舱成功发射，入驻到了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哇，厉害厉害厉害，掌声鼓励一下。接下来第3题，哪个产品是应用了我们的太空科技？第一个 A， 九阳速嫩烤空气炸锅 VE Fast， 然后 B 是九阳变频轻音破壁机 B1。C 是九阳零涂层不粘电饭煲 NES。D 以上全是，请选择 A、B、C、D。D， 以上全是。恭喜3道题全部答对，不愧是我们九阳的代言人。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讲到了，还有 A、B、C、D 3款不同的这个产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站站一起进入到我们的太空科技探索之旅，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九阳的太空科技的魅力。来，我们请移步到那边。那来到厨房肯定是要给大家露一手了，对不对？首先呢，我们要带站站来体验一下这个九阳速嫩烤空气炸锅 VE Fast 当中的太空科技。那我们就请站站为大家来烤个羊排吧，好不好？没问题。来，我帮你来，然后请站站把羊排放到我们的炸锅里头。OK， 好，然后来启动它，羊排，启动，好，它就倒数这个9分钟的时间开始了。我们是要来烤这个鲜嫩羊排，如果大家喜欢吃比较酥脆的话呢，可以调到这个脆烤模式。脆烤模式，是的。那刚才我们已经启动了按钮，那倒计时9分钟的时间，没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倒计时9分。那我们一般呢烤羊排正常是需要20到30分钟的时间，甚至更久，对，那我们这款速嫩烤空气炸锅 VE Fast 只需要9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搞定它。那它的这个高温速烤的模式呢，温度更高，升温更快，突破了空气炸锅行业200度的这个温度的瓶颈，将加热温度提高到了240度。那我们的烹饪效率也是提高到了50%的效率。所以9分钟就可以做出鲜嫩羊排，是非常的有效率。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站长一直有保持这个健身的好习惯。所以你平时在饮食上会特别注意，对不对？其实会注意到少油，少盐，然后吃一些比较低脂的菜啊，像西兰花什么的，鸡胸肉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鸡胸肉你吃得下去哦？
还有牛肉。哦，可以的。是的。其实我觉得健身人士都差不多哈，平时也会用这个空气炸锅来做一些减脂餐，但是也是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像这个鸡胸肉。对，鸡胸肉你其实如果你时间做久了就会很柴、很干吧。没错。但是如果你时间又不够的话呢，可能它会不够熟，有的时候会出现一面已经烤焦了，但是另外一面可能才刚刚熟，对不对？没错。所以呢，既然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九阳太空厨房，就说明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没有错。那站长，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太空厨房黑科技都有哪些。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完成一个小实验，好不好？OK， 没问题。哦，它已经开始冒烟了，好香。一会儿就可以品尝它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感受一下这个黑科技哈。我们这个嫩烤，哇，好香，真的不想让它拿下去，但是还是要请工作人员先帮我们撤一下我们的这个空气炸锅，先移到一边哈。我们要进行一下这个实验。等等，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这台呢是这个九阳的旧款的空气炸锅，然后站长面前这台呢是九阳 V1 Fast。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台空气炸锅内部的气流的流向，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打开它的开关，来，3、2、1，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比是不是？非常的强烈的对比，非常的强烈。它两边这个小球运转的这个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对，我们可以看到 V1 Fast 的小球的这个流向的轨迹是立体的，它整个空间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被小球充满了。对，这个就是说明我们的热风机可以绕着食物横着360度的循环，对，又能竖着，完全没有死角的感觉。对，然后它又能竖着360度，所以它这个食物是不需要翻面就可以受热，非常的均匀。而且这个旧的，你可以看一下。旧的空气炸锅当中，小球的这个流动的轨迹可以看到，它就是在底部，这一面是这一圈这么转动，所以它的热气其实是无法继续的往上吹的。说明也是热风均匀流动了，食物受热呢才会更加的均匀。是，那这个问题的解决呢，其实大大缩短了我们烹饪的时间。刚才我们说到，烤羊排其实平常要20、30分钟再往上。我已经被这个食物的气味影响到。但是我们这个烹饪的时间缩短了，9分钟就可以烤好我们的羊排哈。那其实这个受热不均的问题呢，之前也一直在困扰着我们的航天人员，直到我们的九阳太空厨房研制的热风加热设备，完美的解决了食物加热不均的这个难题。好，我们先把它关掉吧。好。刚才我们讲到烤鸡胸肉会容易太干、太柴的这个问题。对。所以你觉得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肉烤出来会过柴过干呢？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肉质里面的水分被烤干了。对，水分全都被带走了所以我们既要加热食物呢，又要保持这个食物的水分，所以要怎么样才可以让两者兼得呢？来，接下来我们要做另外一个实验，我们要再次的麻烦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解决烤肉太干太柴的问题。那也想问一下站长，你觉得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肉烤出来或它的肉质会太干太柴？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肉质里面的水分然后被烤干了。它的水分全都被带走了，非常正确。其实我们既要充分的加热食物呢，又要保留食物的水分，要怎么样才可以让两者兼得呢？那我们的速嫩烤空气炸锅采用的密闭锁水的结构呢，就像给食物做桑拿牢牢的来把我们的水分呢锁在食物当中，可以让肉质更加的鲜嫩多汁。那接下来我们工作人员已经把这两台空气炸锅拿上来了，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OK， 好，我给大家来打开，同时打开两台。来感受一下两边不一样的这个视觉效果。这一台很明显，对不对？它的这个水汽一直在外冒，好像密封性不是很好的样子。对。那我们这一台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水汽基本上是没有跑出来的。全部其实可能机器看不清楚可能镜头看不清楚，但是其实它所有的那个水蒸气已经全部被锁在里面了。其实我们从上面看俯瞰是非常明显能够看得到。我们可以把 V Fast 盖子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噔噔噔噔，其实水蒸气全都被锁在了我们的机器当中。没错。对，那旧款大家可以看，它其实一直是在往外冒的，对不对？水汽基本上已经不剩什么了。好的，那我把它关上，小心手。没事，你关。OK。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烤肉不柴的秘密所在哈。锅里头的高湿度呢，可以保证食物的水分被牢牢的锁住，那这样烤出来的肉质就会不干不柴。那一会儿呢，我们吃着这个 V Fast 烤出来的羊排，就能知道它有多么的鲜嫩了。非常的期待。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撤一下道具。
好的，我们的烤羊排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趁这几分钟的时间再来问站的几个问题。如果我们用 VE Fest 来做川菜的话，你觉得哪些菜是比较适合它来做的？啊，那这个太多了，像牙签肉，烤鱼啊，辣子鸡都可以。真的，因为刚才我们也在私下在交流说，这个空气炸锅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没错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题板，上面有不同的选项。那也要想来问一下站长，你要判断一下我们这上面的选项能不能用空气炸锅来进行烹饪，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题目。来看一下都有哪一些呢？我们来看一下烤汤圆。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对 ，OK 是可以的。我们来看一下，可以吗？回答正确。对，其实烤汤圆能不能用空气炸锅来做呢？是可以的。它怎么做哈？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烤汤圆你在做它的时候呢，要先把它煮熟，这个很重要。没错，要先把它煮熟，然后呢用冷水来冲它，然后裹上这个面包糠或者是这个黑白芝麻，再用牙签来扎几个小孔，然后再喷一点点油，最后用这个脆烤模式来烤它。温度呢，记得要调到180度，然后烤6分钟就可以了。对对对，关键是一定要煮过的汤圆。对，这个一定要煮过，非常重要。所以你烤完之后吃它呢，就会有一种外面非常的酥脆，然后里面是非常的软糯，口感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家尝试一下，好不好？接下来是蓝莓果酱，你觉得？果酱，哇，今天这个题很难啊，全是这种陷阱题的感觉。我觉得果酱一般都是用熬，很少用烤。对，用小火熬的比较多。所以我们看一下吧。对，其实可不可以？空气炸锅也可以。空气炸锅也是可以用这个小火来慢烤的哈。所以呢，它应该怎么来做呢？就是你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面，比如说蓝莓啊，你放进去之后呢，用高温来烤一段时间，然后再放上糖，就可以得到这个蓝莓果酱。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在家操作一下，很方便，很方便。这个大家可以回去试一下，比如说你做一些甜品啊，或者是面包，小面包可以来沾一下这个果酱，对不对？都会很好吃。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6个，比如说烤菠萝，然后糖霜腰果、脆皮香蕉，然后可颂面包。烤鹌鹑蛋跟烤牛奶，其实这些能不能用空气炸锅来做呢？这些肯定都是可以的。对，所以今天也是一一跟大家来解答一下，这些全都是可以用空气炸锅没错来进行烹饪的。所以我们的九阳空气炸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都可以用来制作我们这些东西。没错，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用空气炸锅然后来制作的。可真是万物皆可炸，万物皆可炸，可以炸一切，对不对？然后用了我们这个不用翻面、烤肉、不干柴的 VE Fest，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厨房发挥的空间，可以玩出更多的创意美食。羊排好像已经好了，羊排已经好了，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烤羊排已经 OK 了，完成了。对，闻到它的香味扑鼻了。那接下来我们请站站把它拿出来吧，好不好？哇，好香！那我把它放到这个好，来进行一下摆盘。摆盘一下。对。哇哦，我们从视觉上看哈，就是非常的鲜嫩多汁。我切开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你看它这个汁水完全好了。给大家看一下。而且非常的鲜嫩。对，我们在现场闻到的这个香气是非常扑鼻的香气。这个就是我们速嫩烤空气炸锅的神奇之处。哇，你要吃一口吗？算，你最近在保持这个身材锻炼。尝一下。哦，很嫩。很嫩吗？非常嫩。它里头很嫩。然后外面它那一圈是稍微焦一点的，然后里面是很嫩的。我这么说的，我也想。你最近在保持身材，一点点，确定要吃吗？一点点，很好奇。就是它不干不柴，对不对？然后非常嫩，汁水都在里面，所以我们第一站挑战成功。我们吃完这个烤羊排之后呢，接着我们就要开始来探索隐藏在九阳零涂层不粘电饭煲 NES 里面的太空科技。那大家都知道站长是重庆人，
大家都知道重庆有非常多的这个神仙美食，没错，对不对每一道菜呢都非常的好吃，而且每一道都非常的下饭。对对对。那这个饭呢，其实就非常的重要了，对不对？对，好吃的米饭呢，非常的加分。那好的米饭当然就离不开这个好的电饭煲。那不知道战战对于这种内胆电饭煲的内胆熟不熟悉？我觉得内胆很多家里的人应该都是用的这种内胆吧？对，哎，这个就是现在很多人家里人会用的，就是还带有涂层的这个内胆。对。但其实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它的使用寿命是非常有限的，大概1到2年就需要更换一次，因为它的涂层下面是铝。然后它的涂层脱落之后呢，它的铝就会进入到食物当中。如果长期食用过多的铝的话，其实会对人体的健康是有影响的。所以电饭煲上的涂层呢，不只是为了不粘，其实很多也是为了隔绝铝和食物的接触。是的。那我们从消费者那里是拿到了一个九阳旧款电饭煲的内胆，然后刚才跟大家展示了一下，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刮痕了哈，没错，看得出来它使用的这个时间应该很长了。接下来我们请战战用这个显微镜来观察一下它的内胆，好不好？就是这个哈。对，就是这个。好，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划痕，我们可以从屏幕上。对，你可以直接调一调，对，调一调，是不是可以看到它其实已经有很多这个使是用的痕迹？没错，对，你可以再近一点都没关系。它这个应该也是最近的。对，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们使用了1到2年之后呢，我们传统的这个电饭煲的内胆就会出现刮痕啊，这个内胆的涂层其实已经破坏得很严重了，没错，它其实是存在着健康的隐患的。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白色的斑点跟划痕，这个其实就是铝，所以它对健康其实是有影响的。所以这种内胆呢其实是有危险的，所以我们要换成零涂层的。是的，我们就要换成零涂层的这个内胆，给大家来看一下。零涂层的电饭煲是健康的不锈钢材质，但是要注意哈，不是所有的这个不锈钢内胆都可以叫零涂层。对，它既要没有涂层，还要不粘，才能叫真正的零涂层。对，这个就得提到九阳的专利风冷水润膜技术，在整个烹饪的过程当中呢，风冷控温技术呢可以让内胆快速的冷却，较热的水蒸气遇到这个比较冷的内胆的时候呢，就会在米饭跟内胆之间形成一层水润膜，从而实现这个不粘的技术。那不过现在我们这个基础上呢，还可以做到更好，让我们一起来这个更加直观的感受一下，好不好？我们这边好，谢谢。我们这边呢有一锅米饭，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哇。好香，刚刚做好的。对，接下来我们要请战战用这个勺子来铲一下它这个内胆的边缘，给大家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粘。完全不粘。对，完全是没有粘到这个侧壁的。一点都没有。对，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哈。但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个风冷水润膜技术呢，我们的内胆壁还有20万个点阵微坑的整齐排列，那这些微坑呢，可以让水润膜存留的更加的充分，然后更加的均匀，也更久。所以就是因为这些高科技，才更效的实现了不粘。对，总结得非常的好。那我们知道站长他是使用过这款产品的，那你觉得他做出来的米饭口感如何？说到这个，咽口水。说到这个，我是行家，因为米饭呢，我比较喜欢就是粒粒分明，然后完全不粘，特别有嚼劲口感。所以这个绝对是，它是被认证的5A 级好米饭。是的，九阳的这个精准的控温技术，造就了它的香糯弹松匀的这个5A 级好米饭。那这个5A 级的好米饭的味道究竟如何呢？尝尝看好不好？来，你再盛一碗，我再给你盛一碗。好，我来看看这个是不是5A 级好米饭呢？口感。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5A 级好米饭，所有的标准都在里面了，粒粒分明。但我觉得光干饭就有点无聊了，是不是？来点菜，再配点汤，好不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给我们上点菜吧，好不好？我们九阳的工作人员真的太大气了，我说来2道菜，他直接端上了2个锅。我们来看一下锅里都有什么。哇，那个是刚才的米饭，然后这个是卤味，汤，哇，要什么有什么。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卤味好不好吃？我来替大家尝一下，沾一点酱。哇，这个豆腐，很香。怎么样？非常好吃，而且它有点辣辣的，味道什么都进去了吗？就是
真的是做到了非常下饭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棒。然后我们普通涂层内胆呢，很容易会被这个酸性的调料腐蚀，而且像这种鸡爪呀，就是这种比较硬的食材，其实会比较容易来刮破这个内胆的涂层，造成这个涂层的脱落。但是因为我们是零涂层的内胆，所以可以耐酸碱，而且还耐刮，烹饪是不受任何的限制的。所以让你觉得我们九阳零涂层不沾电饭煲的太空科技有没有得到验证？当然，而且太空科技在解决了健康隐患的同时呢，还让米饭更加好吃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太空科技的魅力所在。那接下来我们要来验证一下第3款太空科技产品，好不好？OK， 来。那最后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九阳变频清音破壁机 B1运用了哪些这个太空科技哈。那这几年其实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用破壁机来为自己还有家人的健康来保驾护航。所以站长，你一般在家里会用破壁机来做哪些东西？就是豆浆。还有果汁，豆浆果汁。其实我们使用破壁机的这个频率其实非常高哈。一些用户反馈呢，以前的破壁机的声音有点大，那我们今天推出的这款变频清音破壁机 B1呢，就可以来实现真正的清音。那我们也准备了一款这个九阳旧款的破壁机，里面都放了等量的这个果肉还有水，那接下来我们来对比一下它们两个这个声音的差别有多大。然后我前面这台呢是我们这个新款的变频清音破壁机，然后这台是我们这个旧款的破壁机。接下来我先来打开我们的九阳变频清音破壁机 B1，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是它声音其实是很低很小的。很小，那接下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旧款的破壁机，听一下它的声音。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朋友们。是的，它的声音已经完全盖过我们两个的声音了。我们先关掉。真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没有对比真的没有伤害。对，这个就是每天早上我妈在我们家就是搅豆浆的那个声音哈。然后现在我们再一对比，这边的这个清音破壁机真的是做到了清音，没有什么声音。对，非常非常的厉害。好，先把它关掉。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它的核心技术，就是他们两台的这个电机来搬上来，让大家更加直观的看到他们的电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的，我们两台相对应的电机已经给大家搬上来了哈。这台呢就是我们变频无刷电机啊，是 B1使用的。然后这款呢就是刚才那台非常大声的哈，九阳的旧款破壁机使用的有刷电机。那我们来打开两台电机，让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区别。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这台变频的无刷电机。它旋转起来，它其实声音是很轻的，然后我们再来打开一下这个有刷电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声音有很明显的区别，老师可以给他们两个特写，让大家可以更加直观的看一下。而且这边的电机摇晃的很厉害，对，而且你再往下看，其实它是有产生火花的，在这边。它是会产生这个火花的，真的有，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把它关掉，好吧？这样我们收音会比较清静一些。哇，世界一下子清静了。对，我们刚才对比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对，无刷电机它的声音小很多，而且没有火花，是运行也很平稳。对，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传统的破壁机用的是有刷电机，那有刷电机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这个火花，因为它是由这个高速旋转的时候这个碳刷的摩擦造成的。那除了火花之外呢，它的碳刷的摩擦还会产生震动跟噪音，就像刚才看到的会有震动。那九阳是把电机从有刷改变成了这个变频无刷，对，那不仅解决了碳粉和这个火花，那刚刚说到我们这个噪音的问题也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而且好像除了电机之外，我们的 B1呢还有一个清音的秘密。有什么样的秘密呢？我们再请工作人员来换一下道具。是的，刚才站长也说到的，它还有一个秘密，它就呈现在大家的眼前。这个就是我们的双层杯体结构。那在机器的外层，大家能看到，我们又增加了一个4.6毫米厚的隔音的杯体。那破壁机的噪音呢，除了来自电机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把这个食物打碎的过程的那个声音。所以呢，我们解决了这部分的噪音呢，九阳的研发人员呢就给机器增加了这个隔音杯，就像那个隔音玻璃一样。是的。它其实原理是一样的。那我们这个隔音杯呢，差不多能降低5分贝的噪音。那通过我们刚刚提到的变频无刷电机，还有这个双层的隔音杯的多重降噪技术呢，让破壁机从源头上真正的来解决了这个噪音的问题。那除了噪音问题之外，站长你有了解到以前的这个破壁机
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会有哪一些不方便吗？还真有一个。像我以前做果汁，然后 DIY 的时候呢，不一样的饮品对果汁的，就是它那个纤维粗细的需求其实是不一样的。哎，是的，因为比如说像这个果汁气泡水，其实我们需要的果汁是比较细腻的，但是如果是要做这个口感比较醇厚的呢，就需要高纤维的。那我们的 B1 的变频技术呢，就可以同时满足这个粗细料理的口感，还能实现多元化料理的制作的需求。那我们这里有2台 B1，然后里面是提前用2种模式榨好的芒果雪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粗细对比，好不好？我们将这个细腻模式打出来的芒果雪梨跟这个高纤维模式打出来的一起倒在这个滤网上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有什么不同的区别。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滤网，其实是一样的，对，一模一样的滤网格子。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把它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3、2、1，好，来，我们倒完了，给大家展示一下2个滤网，可以看到站站的这个呢，就是它的果汁会多一些，然后低纤维，对，然后我这边就是高纤维的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它还有很多的果肉留在我们的滤网上，没错。 OK， 所以。因为我们其实，在很多活动上都喝过站站的特调，所以站站你会怎么来特调这杯这个芒果雪梨呢？那就你来制作一杯吧。我来吧，那就倒在杯子里。哇，这一杯一看就很健康。特调一下，来一点装饰。薄荷叶。完美了非常好看的一杯这个芒果雪梨特调。那还是老规矩，要给大家取一个谐音梗的名字。OK， 你来吧。你来。我来。我来。谁来？你来。你来。好，那就我来吧。那它既然是芒果雪梨，那就叫忙着开心吧，好不好？我们既然有芒果，开心。对，然后我们是把梨切开，然后进行这个榨汁，所以我们就叫忙着开心。然后我们把这杯忙着开心送给所有的朋友们，送给大家，也祝大家天天开心。怎么样？尝一尝。尝一下。站站的特调一定要喝。来，我来尝一下这杯忙着开心。开心。怎么样？是不是很细腻？开心。对，因为它果肉非常的细腻，所以你喝完它之后，在这个夏天真的会有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就是很开心的感觉，非常的开心。这杯忙着开心也要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见证到了九阳变频轻音破壁机的厉害了哈，所以你觉得它的太空科技怎么样？非常好啊，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有了它之后呢，大家早上睡觉也不会被打扰了。是的，没有错。以前叫醒我们的不是梦想，是前一天预约好的破壁机。现在好了，大家可以安睡到天亮了。那我们在九阳太空厨房见证到了我们九阳的太空科技非常的厉害。那最后我们要一起回到九阳太空厨房产品区，来，站站这边请。那我们要先恭喜站站完成了九阳太空厨房科技的全部探索，那找到了九阳太空科技产品的秘密。那让我们再次的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探索成果，就讲，就是我们这3款非常厉害的科技了。那也想问一下站站，今天我们整体在太空厨房体验下来之后感受如何？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很震撼。九阳用太空科技解决了很多产品的问题，让我们的厨房变得更加的美好。没有错，今天我们的体验是非常的受震撼的，而且非常的真实。那其实九阳有一句话呢，我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他说过，走得更远是为了更好的走进你的身边。所以我相信九阳这样的优秀的品牌会继续为中国航天事业，为每一个家庭不断的努力的。一定会。那最后我们要再次的感谢站长的到来，那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探索九阳太空厨房的奥秘。那也要感谢屏幕前的朋友们的关注跟守候。那最后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各位朋友说的？我想对大家说，希望大家在奔赴自己的星辰大海的旅途过程中不忘初心，也祝大家心有所想，皆有所成。九阳呢也会一直陪伴在大家身边，吃好健康的每一餐。谢谢站站，那我们九阳还有更多太空系列宝藏产品等着大家来挖掘，那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关注。那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拜拜。